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个有关信义的故事。在战国时期，秦国早早就被诸侯各国列入了失信名单。我们以前讲过张仪欺楚，也讲过秦昭襄王如何诱骗楚怀王入秦，然后将其绑架扣押直至死亡，也讲过商鞅是如何欺骗魏国的公子昂的。这些事情最终导致如《史记》所言，诸侯由是不执秦。这里的不执是不以什么为执的意思，就是诸侯各国都认为秦国走的是邪门歪道。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说，秦国是先诈力而后仁义。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秦军乃虎狼之师，意思呢就是说秦军勇猛，如狼似虎。但其实用虎狼来形容秦国，这种说法呢，最早是出自于《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最早这样说的人就是屈原。当时就是秦昭襄王邀请楚怀王入秦举行峰会，楚怀王与众臣商议到底去不去的时候，屈原说的这番话，说秦人虎狼也，不可信。所以用虎狼来形容秦国，最早并不是形容秦军如何勇猛，而是说秦国不讲信义。所以说呀，秦人不讲信义，在当时的诸侯六国中也算是出了名了。对此呢，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绝对了？至少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秦国有一个讲求信义的故事，就是徙牧立信。这个故事呢，很多朋友都很熟悉，说的呢就是商鞅当时变法之初，秦国的老百姓并不相信他，这样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人在城市的南门外立了一块木头，并晓谕百姓，谁能将这块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则赏金10两。这块木头并不大，一个成年男子完全可以轻松地搬动它。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容易了，所以老百姓都不敢相信，没有人去搬。后来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了50两，这时候就走出了一个人，扛起木头就走，真的搬到了北门。商鞅也真的赏给了他50金。从此以后，老百姓都知道商鞅说的话是算数的，所以以后商鞅颁布法令，老百姓莫不敢从。徙牧立信，或者叫立木为信，这两句成语也就由此而来。后来呢，这个故事被广泛的宣扬，变成了一个取信于民的典型范例。首先要说，商鞅此举并不是他的首创，商鞅的徙牧为信完全就是盗版的，盗的是吴起的版。当年吴起在担任西河郡守的时候，西河这个地方靠近秦国，当时在秦魏边境上有一个秦国的岗亭，时常威胁魏国人下地耕种。吴起就想除掉这个岗亭，但岗亭太小，如果动用军队的话，有些小题大做，而且也很繁琐，所以吴起就想调动百姓来拿掉这个岗亭。可是动员了几次，老百姓都不愿意去，于是吴起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他将一个车辕放在了城市的北门，说谁能将这个车辕搬到南门，我将予以重赏。后来有人果然这么做了，吴起也真的给了赏赐。再后来，吴起又在南门放了一些红豆，说谁能将红豆拿到北门，我仍然予以重赏。又有老百姓这样做了，也同样得到了赏赐。再往后，吴起就说，明天清早谁能跟我一起去拿下这个秦国的岗亭，我仍然会予以重赏。到了第二天，百姓们真的跟从吴起一起拿下秦国的这个岗亭。吴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商鞅正在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丞相府中做事，他是公叔痤身边的人，而公叔痤呢，又一向非常关注吴起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担心吴起将来会夺了他的相位。公叔痤也是最终将吴起赶出魏国的那个人。商鞅也大概率的听到过公孙痤提起过这件事情，所以他入秦以后如法炮制。这是其一。其二，立木为信这个故事被后世广泛的传扬，到了现在呢，更被当作政府取信于民的典型事例。不过大家仔细想想，这真的是立信吗？取信于民，难道不是应该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实打实的做起吗？这种用设计好的情节来布局，这到底是立信呢，还是本来就是一种无信的行为？徙牧易事也，食金重币也。
用重币而作义事。商鞅故意设定这样一个荒唐的不合情理的情节，其实他想告诉百姓的是，不管政府颁布的政令是如何的荒唐，老百姓也不要犹豫，你照做就行。商鞅要的也并不是老百姓的信任，而只是想要老百姓遵从，让老百姓放弃自我思考，放弃理性判断，让理性服从于对权力的盲从。这才是喜慕立信背后的险恶用心。所以才有了后来商鞅对那些对新政不满的人处以重罚，而对那些拥护新政的人也一样将他们牵之于边城。商鞅此举就是想告诉大家，政府政令民不得意，批评不行，连表扬都不可以，老百姓根本就不应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喜慕立信所要传达的归根到底其实就是那句话，不是让你信，而是让你服。秦国失信于天下，但最终却得到了天下，这恐怕才是秦国给后世留下的最大的遗毒。这让后世的很多人相信，其实守信没有什么好处，失信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胜者为侯，失不失信又何足道哉呢？于是500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凭一己之力导致了中国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崩塌。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很熟悉，他叫司马懿。他做了什么呢？他发了一个誓，发了一个他根本就不想坚守的誓言，落水之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司马懿和他的这个遗毒千年的落水之誓。关于司马懿，很多朋友对他的了解呢，是通过《三国演义》，或者是前几年播出的一部非常火的连续剧，叫《军师联盟之虎啸龙吟》。在《三国演义》中呢，司马懿基本上是一个负面或者是一个中性的人物，而在这部《虎啸龙吟》的电视剧中，司马懿则成了正面的形象。在这部剧中，基本上所有与司马懿作对的那些人，都是一些奸恶之徒、贪婪之徒，他们嫉妒司马懿的才干和他为曹魏建立的不朽的功勋，所以处处陷害他，处处刁难他。所以司马懿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看起来都是被逼的。在那部剧中，司马懿是一个智者，一个无奈的智者。这部剧基本上颠覆了以往历朝历代对司马懿的基本认知，说他是为司马懿洗白，实不为过。顺便说一下，剧中饰演司马懿的那位演员就是吴秀波。不得不说呀，吴秀波在这部剧中演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对司马懿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是很明显啊，这部剧并没有给吴秀波带来什么好运。这部剧是制作于2017年，2018年吴秀波就陷入了与某位女明星的丑闻，几年以后又卷入了与《虎啸龙吟》这部剧相关的经济纠纷之中。最后的结果，吴秀波是官司缠身，上了失信人的名单。曾经的人生赢家，到最后已经输的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啊，有江湖传闻说，吴秀波之所以落到今天的这副田地，就是因为他为司马懿洗白。司马懿背弃落水之事所造成的结果，就犹如一个诅咒，即使是过了1800多年，仍然能够给那些试图为其洗白的人带来厄运。那么落水之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公元249年，大将军曹爽陪同的小皇帝曹芳一起去高平陵拜谒先皇魏明帝曹睿的陵墓。也就在此时，留在洛阳的司马懿突然在洛阳城中发动了政变。司马懿父子率领着他们的3000死士，控制了洛阳城以及曹爽的大将军府，并且以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罢免曹爽的大将军之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咱们先来说说高平陵之变的历史背景。在事件爆发的10年以前，魏明帝曹睿病逝，临终之前将只有8岁的幼子曹芳托孤给了当时的大臣司马懿以及宗室子弟曹爽。自此以后，司马懿与曹爽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权力的斗争。最终是曹爽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名升实降，从他手里夺走了兵权。
曹爽任用了很多曹氏子弟担任了朝中的要职，其中呢就包括堪称曹魏时期第一美男子的傅粉河郎何晏。因为何晏也不是外人，他是曹操的养子，他的母亲尹氏被酷爱人妻的曹操看中，纳为了妾室，也同时收养了何晏。其实曹爽也并不是曹操的血脉，曹爽的父亲曹真也是曹操的义子。曹真原本姓秦，他的父亲为救曹操而死，后来曹操就将曹真收为了义子。除了何晏、曹真以外，曹操还有一个义子，就是秦朗。秦朗是吕布的部将秦一路之子。当年曹操击败吕布的时候，他好人妻的老毛病又犯了，就将秦一路的夫人杜氏收为了妾室。秦朗也就跟随着母亲一起住进了曹府，而后被曹操收为义子。说起来原来是最早关羽首先看上了杜氏。关羽还曾经向曹操请求，希望纳杜氏为妻。曹操当时也答应了，但当他看到了杜氏的美貌，马上老毛病就又犯了。这下可把关羽给气坏了，当时的脑淤血都犯了。后来脑淤血虽然好了，但终其一生落了一个大红脸的毛病。这只是一句玩笑，大家可切勿当真。关羽的大红脸不过是戏剧形象而已。不管怎么说，曹操对他的这几个义子还真的是视如己出，对他们都相当的不错。曹操也曾经自夸说天下还有谁像我这样待义子的呢？此话确实不虚。曹爽把持了朝政，那司马懿也就处于半退休状态了。此时的司马懿经常是待在府中，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这时候他被五步蛇咬了，应该都不会死，因为他一天走超不过4步。但尽管如此，曹爽也丝毫不敢大意。每次他因公外出，都要将自己的弟弟曹毅或者曹租留在洛阳城中，就是为了防止司马懿突然发难。司马懿也算是很听话，从来不搞事。时间久了，曹爽也就变得有些大意了。就是这次，曹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次去高平陵祭奠先帝，他竟带上了他所有的弟弟。司马懿蛰伏10年，他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曹爽得知洛阳城中发生了政变，又收到了司马懿假借太后之名发出的让他辞职的诏书。曹爽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给皇帝曹芳，自己呢率领着几千甲兵就在易水的河的南岸鹿角扎营，准备迎敌。曹爽并没有等来司马懿的大军，而是先迎来了他的2位故交好友，一个叫徐允，一个叫陈泰。这2个人都是出自于世家大族，又都是当时的重臣。陈泰是曹魏名臣陈群的儿子，他当时在朝中担任尚书之职。徐允、陈泰带来了司马懿对曹爽的承诺，只夺权不害命。但曹爽对此仍然是将信将疑，因为在这之前，他的智囊桓范刚刚从洛阳城中逃出来，还随身携带着大司农的印玺。桓范给曹爽的建议是移师许昌。有皇帝曹芳这杆大旗，再加上桓范手中的大司农的印玺，可以调集天下的钱粮，满足部队的后勤之需。如果曹爽真的听从了桓范的建议移师许昌的话，那么今后局势的发展很可能会被司马懿大大的不利。这也就难怪司马懿在得知桓范逃出洛阳城的时候是大惊失色。桓范作为曹爽营中的智慧担当，司马懿想到他一定会出这样的主意，所以他才会非常的紧张。这时候蒋济的一番话安慰了司马懿，他对司马懿说：爽与范内疏而志不及，如马练战斗，必不能用也。就是说，曹爽就像一匹烈马，他惦记着只是马厩里的饲料，桓范的主意他肯定不会用的。曹爽确实没有马上听从桓范的建议，但他也没有马上决定归降，在战与降之间，他还在犹豫着。这时候，司马懿的又一名说客到了，这个人呢叫尹大木。尹大木以前是曹家的家奴，算是曹家的自己人，现在在朝中担任殿中校尉。司马懿之所以派他来，是因为大家谁都知道尹大木是曹家的人。尹大木这次带来的还有司马懿的一个足以让曹爽放心的承诺，
就是许诺给曹爽，此次行动只为夺兵权，非有他求。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他的爵位仍然可以得到保留，富贵仍然可以代代的延续。这是司马懿的承诺。司马懿的承诺，曹爽当然可以不信，但此次承诺非同寻常，因为这是司马懿面对着洛水发出的誓言，这是洛水之誓。那么为什么洛水之誓会是这样的神圣，这样的庄重，这样让人深信不疑呢？首先，这要出自于洛水的神圣性。在晋朝以前，洛水是与黄河齐名的神圣大河，河洛就是黄河和洛水的统称。易经上也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说黄河出神图，洛河出圣书，圣人以此作卦。在古人眼中，山川河流皆有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起名时都不敢以山川河流的名字来为自己命名。更何况洛水这样的圣河，曹植就曾经写过《洛神赋》，由此也可见洛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所以面对洛水起誓，就相当于面对着佛祖妈祖起誓，那是一个你必须要践行的诺言。除了洛水的神圣性这个因素以外，曹爽之所以能够相信司马懿所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司马懿并不是第一个对着洛水发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也同样对着洛水起誓，而且他还实实在在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既然有这个先例可循，曹爽自然可以放心的相信司马懿了。那么第一个对着洛水发誓的人又是谁呢？这个人大家也非常熟悉，他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那还是在公元25年，刘秀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围攻洛阳。当时洛阳的守军是更始帝的大司马朱伟，手下统帅着10几万的精兵，但因为洛阳城城高墙厚，一时之间也攻打不下来，而且损失也很惨重。这也就迫使刘秀要想想其他的办法。攻下洛阳城虽然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刘秀知道要想攻下这座城，一定会付出惨重的牺牲，不管是城内的守军百姓，还是城外的自己的部队，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刘秀不愿意看到的。再者说，洛阳城当时非常繁华，刘秀希望能够完整的保留洛阳城，不想让它毁于战火。大家也知道，后来刘秀的东汉政权就是定都于洛阳，或许那个时候刘秀已经有了将来定都洛阳的想法。所以刘秀希望能够劝降城内的主将朱伟，而对于朱伟来说呢，他死守洛阳实际上守的也是没滋没味。这时候更始帝已经过世，朱伟已经失去了效忠的对象，目前死守洛阳又突围无望，那对于他和城内的守军来说，实际上都是一个死局。此时投降刘秀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但朱伟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与刘秀有私仇。当年更始帝刘玄排挤刘秀的大哥刘演的时候，朱伟作为刘玄的大司马，就向刘玄进言说让刘玄杀了刘演。刘玄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刘秀的大哥刘演之死与朱伟有着脱不开的干系，甚至可以说朱伟就是刘秀的杀兄仇人。大家知道刘秀自小丧父，他是由他的大哥刘演抚养长大的，他对他的这位大哥非常的尊重，在刘秀的心目中，大哥刘演是一个父亲般的存在。所谓长兄如父，朱伟进言杀了刘演，所以朱元与刘秀就有了杀兄之仇。而对于刘秀而言，杀兄之仇与杀父之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不共戴天。当朱演见到刘秀的使者他以前的部下陈鹏的时候，也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顾虑。陈鹏也将他的顾虑告诉了刘秀。刘秀沉吟片刻，说道：夫成大事者，不计小怨，伪今若强，官爵可保，况诛伐乎？河水在此，勿不食言。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落水之事。5天以后，朱伟自负来降。朱伟在临出城之前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对自己的部下说如果5天之内我没有回来的话，你们就归附燕王尹善。刘秀见到朱伟以后，是亲解其父，好言宽慰，马上封他为平敌将军、扶沟侯。再以后，刘秀始终信守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对朱伟找后账，借机为自己的大哥报仇。朱伟以后一生尽享富贵，他的子孙后来也承袭了爵位。中东汉一朝，朱伟及其子孙都在洛水之士的保护下安享太平。刘秀不计前嫌，信守诺言，展现了一代雄主的宽容和诚信，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守信的典范。可谁又能想到呢？200年以后，竟然出了司马懿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人。因为有了刘秀的洛水之士的先例可循，所以曹爽才会相信了司马懿所做的承诺。经过了一整夜的思考以后，曹爽决定他放弃了兵权。用他的话说，至少我将来可以做一个富家翁吧。桓范得知以后大怒，骂道：你们的父亲曹真是如此的英勇，怎么会生出你们这两只蠢猪？那么曹爽为什么就这样轻易的认输了呢？按理来说，即便是曹爽相信洛水之士的可靠性，他也不应该就这样轻易的认输。毕竟他现在还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手上还有皇帝曹芳。如果按照桓范所说，遗失许昌还可以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到那时候鹿死谁手还真的是很难说呢。在胜负未定的情况下，自己却主动缴械，即便是相信了对方会交枪不杀，但这也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曹爽为什么偏要走到这一步呢？有人说那是因为他蠢，他贪图安逸又胸无大志，但细想一下，恐怕又未必如此。首先，曹爽是在公元239年接任了托孤大臣，在那以后的10年间，在与司马懿的政坛角逐中，他一直稳稳地占据了上风，能够稳稳地压住政坛的老油条司马懿，这样的曹爽能是一个蠢人吗？其二，当时同意向司马懿投降认输的人可不仅仅是曹爽一人，他的弟弟曹毅以及几个对曹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都赞同曹爽这样做。实际上，自始至终反对曹爽这样做的只有桓范一人。那么问题来了，曹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这一夜到底都在想什么呢？我想曹爽兄弟以及他的那些忠心的大臣们想的最多的一点，并不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都在洛阳，也就是说，他们现在都在司马懿的手里。曹爽他们可以遗失许昌，到时再与司马懿一决高下，可以说是胜负难料。但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却是必死无疑。曹爽在这一夜考虑的应该是，即便他保住了自己的权利，但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一家老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子嗣，那这个权利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我想他的弟弟曹毅以及那几位忠心耿耿的大臣也是这样想的。即使是有了泼天的富贵荣耀，但却无人与你分享，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与落寞呀！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衬司马懿的所作所为。有人说，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坚韧，是因为他的果决。我觉得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司马懿以区区3000甲兵就公然挑战皇权，视天下为无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掐住了曹爽的命门，知道曹爽兄弟的心中有诸多的舍不得，那就是他们的家人。所以他在得知桓范逃出洛阳，有可能劝说曹爽去许昌的时候，他才会如此的紧张。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其实就是在赌曹爽心中的放不下。虽然他最终是赌赢了，但这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这并不是什么高智商的策略，不过是一场无耻的绑架，对自己对手的家人的无耻的绑架。这是在港台片中连黑社会都不屑于做的事情。司马懿作为国之重臣，却卑贱若此，实在是骇人听闻。后面的结果想必大家也能够猜到了，以司马懿这样的为人，怎么可能会信守承诺呢？果然4天以后，曹爽兄弟就被控以谋反的罪名，曹爽兄弟被杀，而且3族尽灭。和曹爽一起被杀的还有曹爽的那些支持者们，其中也包括桓范，也是3族尽灭。司马迁此举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政治底线，也使得政治信用体系彻底的坍塌。
当年刘秀本来也可以这样做，毕竟这样做起来更轻松，也更解气。他完全可以在朱伟献城以后，随便找一个理由将朱伟杀掉，就可以报自己的杀兄之恨。即使时人追问起来，也完全可以用一句兵不厌诈，堂而皇之的一笔带过。不是刘秀不能做，而是刘秀知道他需要建立一个共识。本质上来说，他是在用自己的道德、自己的信用来为全社会创立一个共识，使天下人能够心悦诚服的认同他们即将创立的这个新的王朝，并遵守他的法度。刘秀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不然的话，叛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司马懿呢，则完全没有刘秀的胸怀和气度，他打破了当时的政治信用体系，用最卑劣的手段杀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当年曹爽在政治斗争中占上风的时候，可并没有想杀死司马懿，而司马懿一掌权，则杀了曹爽全家。其实当时反对曹爽和司马懿站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朝中的重臣，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蒋济、徐允以及陈泰，但是他们都将与曹爽的斗争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没有想要害了曹爽的性命，他们只是想让曹爽下野而已。他们当时也坚信司马懿会信守他的落水之誓，所以他们才会在司马懿的落水之誓上为司马懿做背书。蒋济在司马懿杀了曹爽以后拒绝受赏，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他是被活活气死的。尹大木后来也是反司马懿的，甚至想与文钦联手造反，造司马懿的反。司马懿家的背信弃义之举到此并没有完。司马懿让何晏整理组织所谓曹爽党羽谋反的资料，并且答应何晏可以让他戴罪立功。而当何晏将整理好的涉及7大家族的谋反资料呈送给司马懿的时候，司马懿却说：“怎么是7家？难道不是应该8家吗？”何晏想了想，还有我这一家。司马懿大笑：“何见一家，全体伏诛。”这还没有完。没过多久，在外的将军王陵造反，司马懿亲率大兵弹压。大军未到之前，司马懿先写信给王陵，告诉他只要停止造反，就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王陵相信了司马懿。王陵投降以后，司马懿马上就翻了脸，命人将他打入囚车，押往洛阳受刑。王陵不甘受辱，在途中自杀身亡。这还没有完，在司马懿、司马师以后，司马昭阴谋篡位，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只有14岁的天子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不甘心做待宰的羔羊，亲自率领自己的随从杀向了司马昭之府，在途中竟然被司马昭的手下程济当街击杀。当街击杀天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那都可以算是捅破天的事情。古往今来，弑君者很多，但那都是偷偷摸摸的进行，事后也都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而当街弑君，则是将中国古代的所有政治伦理都踩在了脚下。曹髦死的时候只有14岁，一个14岁的孩子，凭着一己之力，为他们曹家争得了最后的脸面。在他死后，又被司马昭抹黑，最后只以高贵襄公的身份下葬。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当时很多的大臣百姓都哭了，他们哭难道不是给司马家人看的吗？这也就难怪若干年后，当东晋的皇帝晋明帝司马绍向权臣王导询问他们司马家的创业史的时候，王导不留情面，将宣王创业之始，诛佚民族，宠庶同己，及文王之末，是高贵襄公氏。宣王指的就是司马懿，文王指的就是司马昭。晋明帝听罢，覆面于床，曰：“若如公言，坐安得长？”确实如此，你司马氏一家践踏诺言，违背洛水之誓，做了如此之多背信弃义之事，上天怎么可能就没有一点报应呢？其实从司马懿违背洛水之誓的那一天开始，对于司马氏一族的报应就已经行走在了路上。司马懿家本来是长寿家族，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去世的时候已经是71岁，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更是活了93岁。在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汉魏时代，
这样的寿命绝对算是超长。司马懿自己也活到73岁，所以有人说司马懿是智慧超群，最后终于是斗败了曹家。但实际上，我觉得司马懿赢就赢在了寿命长上，他活活熬死了曹家的祖孙3代。但自从他们违背洛水之誓以后，他们的报应就开始了。司马师是司马懿最为倚重的长子，但就在洛水之誓的5年以后，司马师突然眼球爆裂而死。再以后就是司马昭，司马昭是在刚刚灭了蜀国，志得意满之际，突然暴病而死，从发病到死亡只间隔1天。所以后世有很多人怀疑司马昭是被毒死的，是被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毒死的。当然了，后世也有很多专家认为司马昭很有可能是中风而死。司马师和司马昭死的时候也都是50多岁，他们的寿命比起他们父亲那代来说已经是少了20年，但如果跟他们自己的后代比，他们又算是长寿的了。晋武帝司马炎算是西晋的第1位皇帝，这位喜欢扬车忘性，生生的将皇家后宫改成了红灯区的皇帝，为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他的宝贝儿子，那个何不食肉糜的迟呆皇帝。他的先帝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挑战的是道德的下限，而他则是让他的儿子去挑战众人的智商下限。或许上天觉得这样对待司马家还是不够好，于是又给晋惠帝司马光配了一个又丑又蠢又坏的女人做他的老婆，这个人就是贾南风。在贾南风的一番神操作之下，就有了八王之乱，司马杀司马。那些司马王爷们为了争地位，还专门找司马昭、司马炎的后代杀，导致了司马昭、司马炎这支皇室的大宗彻底断绝。而后来逃到南方建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司马睿，并不是出自于司马家族的皇室正宗，他是司马懿的曾孙，算是旁支。西晋灭亡的时候，除了司马懿还有后裔存活以外，其他的所有西晋皇帝的后代都被杀光了。东晋政权一直是由权臣来把握，除了晋元帝司马睿活了40多岁以外，其他的皇帝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晋明帝司马绍，都不过只活了20-30岁。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东晋皇室这一系的23支皇族后裔中，绝嗣了21支，只有2支熬到了东晋灭亡，存活率只有区区的 8.69%。当司马昭的部下当街杀死天子曹髦的时候，天子身后悬着的那个神圣的光环不见了。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天子并不是什么天之子，他也是可以像老百姓一样被杀死的。司马昭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忘记了，有一天他的司马家后人也会做天子。你做得了初一，别人就做得了15，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以在那之后，坐在皇位上的天子成了众人屠戮的对象，以至于到了南北朝刘宋时期，刘裕可以说是按着户口本追杀司马家人。他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他做的正是他们司马家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当然了，刘裕的子孙也是被这样杀死的。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变成了后朝诛杀前朝的全家。到了后来，司马这个姓氏，堂堂的皇室姓氏，竟然被很多人羞于提及，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姓。即使是姓司马的，也纷纷要撇清与司马懿的关系。比如说北宋的司马光，他就不承认自己是司马懿的后代。不光他不承认，他的父亲也不承认。他的父亲司马池就自称是司马孚的后代。司马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司马懿的弟弟，活了93岁。之所以说是司马孚的后代，因为司马孚的名声要比司马懿好很多。司马孚虽然也参与了高平陵之变，但是他至死也称自己为魏臣，这一点赢得了后世很多人的好感。其实按史书记载，司马孚的后代也已经被杀光了，所以司马光这么说，史书上也是将信将疑，于是才特别声明这是司马池自己说的。当然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后世还是有人愿意姓司马的，特别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司马。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太清楚司马家的这段历史，要么
就是头被什么东西夹过。背弃洛水之事，践踏契约精神，最终受损害的可不仅仅是司马氏一家，他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破坏更是惊人的。晋朝有个臣子叫李密，他写了一份陈情表，在这个陈情表中，他搜肠刮肚的想找出几个词来歌颂西晋王朝，最后想了半天，只写出了一句：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历代王朝都是以忠孝治国，而到了司马家的晋朝，忠这个字连提都不敢提。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支撑儒家人士信仰天空的有三根支柱，分别是德、忠、孝。现在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没了忠又缺了德，只剩下孝。儒学人士的信仰天空也就塌了，失去了政治信仰的这些士人们，也就失去了以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转而从务实变为务虚。这些当时的社会精英们选择了躺平，或者说是追求自己的岁月静好，于是就有了清谈，有了脱儒入玄，有了竹林七贤，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其实这些都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颓废，而知识分子的颓废又给司马氏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司马氏无法从士人那里得到他所希望的支持，所以他只能转而从自己的皇族内部寻求帮助。所以他大封了很多姓司马的王，让这些王们拥有粮，拥有兵。慢慢做大的这些司马王爷们就开始窥伺皇权，于是就有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西晋王朝的根基，于是外族趁虚而入，这就有了后来的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神州入沉，华夏民族从此走入了长达300年的至暗时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司马家族难逃其咎。在《论语》中有这样一篇叫子贡问政，大概意思是这样：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怎么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孔子回答说，要有足够的粮食，也就是经济上要有保障，还要有足够的国防力量。第三点是君王要取信于民。子贡又问，必不得已去之，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就是说，子贡问，如果真的需要从这三者中拿走一个的话，那么应该先拿走哪个呢？孔子回答说，去兵。子贡再一次追问，必不得已去之，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然后孔子接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在孔子心目中，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一个信字。关于这句民无信不立，我听到过一个非常别样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出自于以解说《论语》著名的于丹副教授。他说，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如果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没有对国家的信仰的话，那么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觉得这是于教授有意无意间的将这个意思完全说反了。从整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去食去兵的主体都是君王，都是政府，并不是老百姓，因为只有君王才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那么怎么到了第三个民信制，就变成了主体是老百姓了呢？准确的解释是，民无信不立，说的是执政者如果对人民没有诚信的话，那他就站不住脚，这才是孔子原本的意思。洛水之事以后的1700年，公元2006年的11月，在中国的南京发生了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的一句话，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将跌倒的就不仅仅是那位老妇人，而是信义二字。而当信义这次再次跌倒的时候，还有没有人会把他扶起来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